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程毅撕开次元壁的男人，如何让纸片人王权富贵活了？2025年4月，狐妖小红娘王权篇预告片炸场，程毅一袭白衣，白发持剑的造型瞬间霸屏热搜，弹幕疯狂刷屏，这哪是演员？分明是从漫画里撕下来的王权富贵。王权富贵这个被漫迷奉为道门兵人的顶级 IP 角色，背负着家族使命与情感枷锁，既需清冷孤傲的贵族气质，又要有破碎感与爆发力并存的眼神戏。程毅的定妆照甫一曝光，便因五官轮廓与动漫原型的惊人契合度引发热议。更有漫迷对比发现，他下颌线的锋利感、眉眼的疏离感，甚至与动画分镜中的王权富贵如出一辙。但真正的次元壁裂开，远不止于皮箱。程毅在开机仪式上透露，他刻意避开了角色最出圈的台词“万水千山，你愿意陪我一起去看吗”，转而选择天下非人之天下，非妖之天下，而是众生之天下作为表演锚点。这一细节被原著粉视为读懂角色灵魂的铁证。他捕捉到了王权富贵从杀人兵器到众生守护者的蜕变内核，从形似到神入，一场关于纸片人复活的演技实验。漫改剧的终极难题是如何让二次元角色在三次元活过来。程毅的解法是用细节堆砌血肉，用微表情传递灵魂。1. 道具及人设。预告片中，王权富贵的佩剑剑柄布满磨损痕迹，这是程毅与道具组反复打磨的成果。他坚持剑是人物肢体的延伸，要求剑柄纹路必须符合长期握剑的手部发力习惯。这种近乎偏执的考据，让挥剑的每一帧都充满故事感。2. 眼神及剧本。对比《莲花楼》中李莲花的释然淡泊，王权富贵的眼神被程毅注入了截然不同的层次。面对家族时的冰冷机械，出剑青铜时的懵懂震颤，挥剑斩妖时的矛盾挣扎。网友逐帧解析后惊叹，他的瞳孔里藏着整个王权世家的兴衰史。3. 打戏及语言。程毅的武戏向来是内于教科书，为还原王权富贵天地一剑的压迫感，他提前3个月进行剑术特训，甚至要求威亚调度精确到厘米级。路透中一场雪中舞剑戏，他身着单薄白衣，在零下低温中连续拍摄18小时，最终呈现的行云流水之姿，被武术指导盛赞每一招都带着剑气。程毅的斯曼之路并非一帆风顺，造型公布初期，部分漫迷质疑其白发造型偏离原著。黑粉更是翻出7年前青云志剧照，嘲讽其冻龄神话崩塌。面对争议，程毅淡然回应：演员的脸该为角色服务，而非成为标本。真正的反转来自演技。当预告片中王权富贵蒙眼迎战，血染白衣的镜头流出，弹幕瞬间倒戈，这破碎感，这战损美学，漫画党跪了。甚至连苛刻的原著作者驼小新也发文，他让王权富贵从我的笔尖走进了人间。国产剧需要怎样的曼斯男？程毅给出的答案，在流量至上的国产剧市场，程毅的破圈绝非偶然。他用3部曲完成蜕变，琉璃与丝凤、仙侠初恋的破碎感启蒙，让观众初识其纸片人还原力。莲花楼里莲花以放下哲学重构武侠精神，豆瓣8.4分验证其扛剧实力。王权篇王权富贵撕开次元壁的终极实验，证明二次元角色也能在三次元封神。他的成功在于将曼斯男从视觉标签升华为演技勋章。正如网友所言，别人演的是 cosplay， 程毅演的是灵魂穿越。未来可期，下一个次元壁在哪里？王权篇尚未开播，程毅已凭一组金发曼斯造型再度血洗热搜。网友戏称，
他是不是偷偷买了次元穿梭机？而他的待播剧《英雄志赴山海》中，从书生到特工的多重身份，更让人期待他如何继续打破维度。程毅的存在，像一柄刺破国产剧创作惰性的利剑。他证明，所谓次元壁，不过是平庸者的借口。真正的演员能用血肉之躯，让纸片人在人间重生。